如果你正准备或者正在用 BLW， 也就是婴儿主导式断奶法，来为宝宝添加固体食物，那你一定听过那2个最让人害怕的字——窒息。这个词像一个幽灵，盘旋在每一个新手父母的心头。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根据最新的研究，只要我们做对一件事， BLW 的窒息风险其实并不比用汤匙喂泥来得更高呢？嗨，我是 Celia， 我不是育儿专家，也不是小儿科医生，我只是一个跟你一样，为了孩子愿意把全世界的育儿书、科学期刊都翻遍的妈妈。而今天，我想把那些最硬核、最关键的救命知识，翻译成我们都能听懂、能立刻上手的方法。今天这支影片就是那把关键的钥匙。我们将会一起揭开一份高风险食物黑名单，学会如何安全地处理它们。相信我，这10分钟可能会是你育儿路上最重要的一堂课。而且今天不只会谈窒息，我还会分享一种不是窒息风险，但一旦中招可能会让你后悔一生的食物。它非常常见，甚至可能就在你家橱柜的橱柜里。更重要的是，这份黑名单上的很多成员都长了一张安全无害的脸，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能跟致命这2个字扯上关系，这也正是他们最危险的地方。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检查一下你家的餐桌上是不是也潜伏着这样的隐形杀手。好了，我们现在就来揭晓黑名单的第1部分，那些因为质地和稠度而变得极度危险的食物。首先登场的就是花生酱、芝麻酱这类团块状的坚果酱。我知道你想给宝宝补充优质脂肪，这非常好，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它的质地太粘稠了。我们成年人处理一坨很黏的花生酱，都需要舌头和口腔肌肉费力地去搅动，甚至要喝口水。但我们的宝宝呢？他们的口腔肌肉还非常稚嫩，舌头的控制能力也还很弱，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粘在嘴巴里的胶状物。很多妈妈的内心小剧场可能是：我就给宝宝尝滴小口，用手指沾一点点，应该没事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迷思。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地。哪怕只有1小口，这1小口也可能像一块强力胶，直接粘在他的上颚或者喉咙深处，随着他紧张的呼吸，顺应气管的形状把它堵住。到那时候，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那该怎么办？难道就不能吃坚果酱了吗？可以吃，但要用正确的方法。美国儿科学会给出的官方建议是稀释，用母乳、配方奶，甚至是温水，把那1小坨坚果酱调和成可以顺滑流动的液体状态。你可以把它薄薄的涂一层在宝宝的吐司条上，或者加到他的燕麦粥里，也可以作为蔬菜棒的蘸酱。总之，原则就是不能是一坨，必须是顺滑的流质。接下来，黑名单上的第2类是生的硬质的蔬菜和水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生苹果、生胡萝卜。这些食物非常健康，但对1岁以下的宝宝来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噎食凶手。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宝宝还没有长出用来研磨食物的臼齿。很多家长会被宝宝那看起来很有力的牙龈，或者刚冒出头的几颗小门牙给欺骗了。他们觉得宝宝能用力咬就能嚼碎，这又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宝宝的前牙功能是切断，就像一把小剪刀，它确实可以从一块生苹果上用力地啃下一大块。但接下来呢，它没有我们口腔后方那像磨盘一样的臼齿，去把这块又硬又脆的东西研磨成安全的碎末。所以这块体积不小的硬块，非常容易在它尝试吞咽的时候，整块滑入喉咙，直接卡住气管。所以所有生的硬质的蔬果都必须被彻底煮熟。煮到什么程度才算安全？这里教大家一个我每天都在用的方法，叫做捏压测试
pinch test， 就是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去捏一下煮好的食物，如果它能够像一颗熟透的酪梨一样，噗的一下毫不费力地被你捏烂，你能感觉到那个纤维在你指尖下彻底瓦解的触感，那它就过关了。如果还需要你用一点力气，那它就不够软，需要继续加热。这个测试是我家厨房每天都在上演的仪式，每一样给宝宝的食物我都会亲手捏过一遍，这几秒钟买的是一整天的安心。好，质地黑名单的第3位，完整的坚果和种子，比如杏仁、核桃、腰果，甚至是南瓜子。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它们体积小，质地坚硬，表面光滑。宝宝的牙龈完全无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分解，这就像是让一个没有牙齿的人去啃石头一样。它们唯一的去向就是在口腔里滑来滑去，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宝宝一口吸进气管。这不是在让他练习咀嚼，这是直接给了他一颗随时可能滑入气管的子弹。所以1岁以前，请不要以任何完整的形式给宝宝提供坚果和种子。在我们继续讨论下一类也是更危险的食物之前，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有没有哪种食物是你曾经担心过，但不确定它是否安全的，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处理食物的好方法，分享出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保护所有的宝宝。好了，当我们解决了粘稠和坚硬的问题，是不是就安全了？不，一个更隐形、更可怕的杀手正藏在食物的形状里。除了生苹果，大家熟知的葡萄、蓝莓，还有小番茄，也光荣地登上了这份黑名单。这些食物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都是圆形的。这就引出了我们黑名单的下半场，那些因为形状而成为完美杀手的食物。首先就是第4类，小的圆形的光滑的食物，代表就是葡萄、圣女果、小番茄、大颗的蓝莓、龙眼等等。为什么形状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些食物的尺寸和形状和我们婴儿气管的尺寸和形状达到了惊人的致命匹配。你现在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小拇指，我们宝宝的气管大概就跟这根手指差不多粗细。现在你再想象一颗葡萄或者一颗小番茄，它的大小、它的圆滑、它的坚实，它就像是为了堵住那根气管而量身定做的完美瓶塞。一旦宝宝在进食的时候，因为分心、大笑或者哭闹，不小心把它完整的吸了进去，它就会像一个木塞子塞进瓶口一样，瞬间完全的堵死气管，空气进不去也出不来。这是所有窒息类型中最凶险的一种，因为它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能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悲剧：一个健康的宝宝就因为一颗没切的小番茄，在全家人面前倒下。前1分钟还在乐个笑，后1分钟就天人永隔。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徒增你的焦虑，而是想让你跟我一样，对这些看似无害的食物升起最深的敬畏心。那么这些原型食物到底该怎么处理？切成2半够吗？不够，切成2半，它依然是一个半圆形，依然有堵塞气管的风险。最安全的方法是纵向切，切成1/4，把它变成细长的条状，彻底破坏掉它那个完美瓶塞的圆形结构。记住，是1/4或者更小。接下来是黑名单上的第5类，也是被很多儿科医生称为头号窒息杀手的食物——热狗。热狗的危险性和葡萄是同一个逻辑，但又更胜一筹。它的圆柱体形状同样是气管的完美封堵物，而且它的外皮通常带有韧性，非常光滑，宝宝稚嫩的牙齿很难将其有效嚼烂，所以宝宝很可能只是把它咬断，然后一整块圆柱体的热狗就滑进了喉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一定要给宝宝吃热狗或者类似的香肠，请务必把它纵向切成1/4的长条，然后再横向切成小碎块，绝对不要给宝宝圆形的切片。
深呼吸，我知道刚刚关于形状的资讯量有点大，冲击力有点强，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住，因为接下来我要揭晓我们一开始埋下的那个伏笔了。那个不是窒息风险，但同样可能致命，甚至会让你后悔一生的食物。这个食物就是蜂蜜。什么？蜂蜜不是很健康吗？很多长辈还说可以治咳嗽。没错，但它对1岁以下的婴儿来说是绝对的禁忌。风险不是窒息，而是来自一种看不见的微生物——肉毒杆菌的孢子。蜂蜜中可能天然含有这种孢子。我们成年人的肠道系统非常成熟，有足够强大的菌群和胃酸，可以清风杀死这些孢子。但是1岁以下婴儿的肠道还是一个非常稚嫩、脆弱的生态系统，它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些外来的入侵者。一旦宝宝吃下含有孢子的蜂蜜，这些孢子就会在他的肠道里复活，开始生长、繁殖，并且产生一种剧毒的毒素——肉毒杆菌毒素。这会导致一种罕见但可能致命的疾病，叫做婴儿肉毒杆菌中毒。它的早期症状可能只是便秘，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很快毒素会开始攻击宝宝的神经系统，你会发现他变得非常虚弱，喝奶没有力气，哭声像小猫一样微弱。如果再严重下去，就会导致肌肉瘫痪，甚至影响呼吸，危及生命。所以，请你记住这个铁律：1岁以下的婴儿绝对不能接触任何形式的蜂蜜，不管是加在水里、涂在面包上，还是某些成分里含有蜂蜜的零食。看清楚食品标签，彻底杜绝。好了，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份沉甸甸的食物黑名单，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核心的安全原则。黏的，比如坚果架，要稀释成顺滑的流汁；硬的，比如生苹果，要煮到一捏就烂的程度；圆的，比如葡萄，要切成1/4的长条；而蜂蜜是1岁前绝对的禁区。我希望你今天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障宝宝进食安全的关键，不是放弃 BLW， 也不是充满恐惧的喂养。安全源于知识。当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拥有了保护孩子的能力，可以自信从容地陪着他探索食物的美好世界。当然，食物本身的安全只是第一步。你知道吗？宝宝的进食姿势同样至关重要。很多市面上的高脚餐椅对小月龄的宝宝来说都太大了，他们的身体得不到足够的支撑，坐不直，东倒西歪。这不仅会让他们分心，更会实实在在地增加窒息的风险。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点个关注，因为下一支影片我们要来聊聊同样重要的餐椅安全。我会教你怎么不花1份钱，把家里任何一张餐椅都变成最适合宝宝的安全座椅。不想错过的话，关注 Celia， 我们下次见。